just want to love you. I just want to love you. 折叠屏这种设备实际上已经不新颖，在市场上存在了好几年的时间，在今天已经迭代的非常成熟。我曾经最喜欢的折叠屏应该是这一款 OPPO Find N2，我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因为它非常的小巧，同时又兼容了外屏还有内屏的共同体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但是过去的折叠屏不管怎么样都会遇到一个很本质的问题，我很头大，就是如果我要用内屏来看一个常规的互联网视频16:9的视频，那你想要视频的屏占比变大，它的外屏就需要做得非常非常的细，像小米当初的路径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想要外屏的体验很不错，像一个常规手机一样的话，那在用内屏看视频的时候，注定会有2条巨大无比的黑边。那各家的 Fold 还有这个 X 系列都有这个问题。那有没有一种设备能让我们同时用一块正常的外屏获得一个常规手机的体验，又能从看视频娱乐的角度来获得一个真正意义上有用的超级大屏？那好，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暴论。我一开始真的觉得这个3折是一个噱头，但在用了以后，我觉得3折屏这种形态的手机，如果你把它从影音体验的角度来看，这真的就是当今的最优解。这期节目我想先说，华为没有付我们任何一点钱，这些设备每一台，包括我上电视和尼格买提品鉴的那一台，这个 Mate X-T 都是我自己付钱买的。我们想从一个用户的角度辩证的和你讲一讲它的优劣，但是无论如何，我是非常激动能够看到这样的技术被实现，尤其是在国内，这是我们目前在行业中看到的第一台这种3折的量产手机，我相信在未来还会有更多出现。但是今天我们还不如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现在走在前列的先驱者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一个3折手机它到底应该有多重？如果它重的和一台手机加一个 iPad 一样，那我们就要抛出这个本质问题了，我为什么还要选它而不选上面那2样东西呢？这个逻辑就不成立。所以华为本质上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希望把它的重量尽可能压下来。目前 Mate X-T 能够同时提供平板和手机的体验，但是重量在300克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台 iPhone 16 Pro Max 的重量大概是225克， Mate X-T 比它要重70-80克。这70-80克，你客观来说，在人手上的感知，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单手使用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 Mate X-T 它很沉，时间长了手腕你是会酸的，这个你没有办法规避。但是在你展开再来用它之后，我在日常过程之中我会发现，这是我用过最轻的手机，因为我大多数时候都在用2只手来使用它，这样大大的分摊了手上的压力，可以非常均匀的来分布它的重量。再这样，它这个机身构造显得特别的薄，就是薄成这样。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你心理上也会有这种暗示，会显得很轻。那它有多薄呢？Mate X-T 整体收纳的厚度，3个折在一起是12.8毫米，和 Mate X5 的厚度差不多。那展开以后的厚度，我觉得才是最离谱的，它只有3.6毫米，差不多就是2枚1元人民币的厚度叠在一起。以前我们过去都是竖着用硬币来比的，现在我们真的到了把硬币横过来平放着来对比的，我觉得已经很夸张了。就是3折，我用下来体感上很明显的一点是，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折叠设备。就本质上，华为想要实现的是1、2、3屏你都能在这个设备上体验到，而且翻折过程之中，你会感觉它像是一个奏折一样，是非常顺滑的一个体验。你可以一直保持一个单面的形态来进行折叠，而不用反复的翻来覆去。UI 是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它是非常丝滑的一个构造。你看，就是展开来，它像是一个卷轴一样，很自然的会在各个形态之间切换。我反正特别喜欢在一个 App 之间反复看它3个形态之间的变化，这个体验超级的棒。但是3折形态，华为选的这个 Z 字形有个不可规避的问题，你用了以后就会冒出来，就是这一边你仔细一想，它不就是屏幕吗？它不存在一个手机的外框，它会产生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这一块的玻璃，它会很容易和你包里的钥匙、还有充电线、还有各种东西摩擦到。怎么解决？那华为的方案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为了保护玻璃边框，他们会在每一部手机里面都配备一张膜，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手机壳。这个手机壳我觉得很有意思，设计的很天才。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手机壳，你说它真的有多少保护吧？那它做不到全保护，但是它用了这样一个像花瓣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构，这样边框确实不容易划伤了。还配备了一个支架，这个支架能让 Mate X-T 在不同形态上，不管是竖屏还是横屏，都能立在你的桌面上，能够帮你省掉额外支架的费用，还有它的重量。这个解决方案很不错。
但是我经常出现我在横放的时候竖放的这个支架，竖放的时候横放在这个支架，就很容易产生倒掉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容易心脏骤停的场景，我遇到好多次。所以如果你要使用的话，你得注意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Mate X-T 的单屏和双屏的使用体验，我觉得和 Mate X5 这种双折叠手机没有什么区别。单屏适合回个消息，快速接个电话；双屏的话可以看一些 PDF。那三屏，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它适合做什么？你要我一句话总结一下这一个月的体验，就是竖着适合当个 A5 纸，横着可以当一个游戏机。那过去双折叠手机带给我的体验，就像是把一个16:9的视频强行投屏在了一个4:3的屏幕之上。即便它的 UI 再怎么适配，但是你最终体验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永远是会被上下的黑边或者左右的黑边给影响到的，一定程度上消灭了折叠屏的优势。那 Mate X-T 屏幕的比例是16:11，大小是10.2英寸，那本质上大小已经接近11英寸的 iPad Pro 了。屏幕分辨率是 3K， PPI 大概是381，还是非常非常清晰的。然后整体的刷新率最高是90赫兹，省电的时候是60赫兹。配合上 Mate X-T 本身非常高的亮度、清晰度和顺滑度方面，我觉得用下来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屏幕的这一套组合拳之下，讲真的，你买它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比例。你用它看16:9的视频，就只会有2条薄薄的边缘，看起来还是非常无感的。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双指稍微放大一下，你就会获得一个16:11的全屏画面。这个是我觉得看起来最离谱的一个感觉，因为它几乎没有边框，你用来看照片也特别的爽。你把它举起来给朋友看的时候，反正我身边的人都会因为你这样，再这样，会有哇的这么一声。这是过去折叠屏手机很难给我的一个体验。16:11，它不仅能给你带来非常舒适的横屏体验，你竖着用它来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的轻松。反正虽然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看短视频，但是我们公司小伙伴我借给他们玩这台手机，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用它来刷，然后配合上这个隔空手势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操控你的手机来进行对应的截图和各种东西。总之，我现在觉得三折不会像双折那样给我一种纠结，就是我要不要打开它这种问题，我就是会很想打开它。三折屏就是这样，也正是因为我打开次数变得非常频繁，我就会在纠结它这个可靠性到底怎么样。那目前用下来1个多月，我们可以有几个结论。第一，折痕你能看到它其实就是有，我们不能逃避这一点。只要是折叠屏手机，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 Mate X-T 3块屏幕的折叠方向不一样，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2条折痕这边和这边的亮度，我们发现不是完全一样均匀。尤其在使用久了之后，你应该是会看到的。但是日常使用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如果你是正对着屏幕，我会说，反正这么久用下来，我正着看它不会有明显的感知，除非你把手机侧过来看。那确实会比双折叠手机这个折痕会更明显一点。虽然你的手指在经过折痕的地方还是会感知的比较明显，但是如果你把它翻到这个背部，还是相当平整。你能发现 Mate X-T 这个铰链也是经过了特殊设计的，使用是这个华为的天宫铰链。那这个我相信有更专业的人来解释它到底可不可靠，还有高明的地方。但是客观来说，现在 Mate X-T 的开合过程，我觉得非常流畅。除了打开那一下会需要你多加一点力气，这样掰这么一下，其余时候用起来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真的要说有一个，这是我最近才发现，就是如果你把手机这样递给你的朋友，很多人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 Z 型结构的手机，所以会下意识的这样掰或者这样掰你的手机。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买了 Mate X-T 的话，你真的应该这样递给你的朋友，而不是展开递过去，不然很有可能你那些健身的大力朋友就能一击把你的华为送进保修。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折叠结构，它获得了一个我个人很喜欢也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无极悬停。三折配上无极悬停，也就让 Mate X-T 的使用形态还有玩法变得非常多样。你可以折成一个 Z 字形立在桌面上来搞笑，你可以做成一个支架用来看视频，只需要桌面上没有尖锐的东西刮花你的屏幕。你也可以做一个适配 Mate X-T 的裸眼 3D 视频，只要有个正确的视角，你看这样就会有东西好像飞出来一样，这个裸眼 3D 的感觉非常逼真。并且 Mate X-T 还允许你实现这种形态的折叠，然后点一下就可以通过后置摄像头来进行自拍，这一点真的很好，因为使用后置摄像头来进行拍摄，理论上画质会比前置要好很多，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刚才我也讲了，其实我特别喜欢看它之间1屏、2屏、3屏之间 App 的切换，尤其是原生 App， 你会发现华为的鸿蒙生态整个感觉还是做的比较细致的。但是我想你也会好奇，我不可能只有原生的 App， 其他的 App 生态到底适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那答案就是比我想的要好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 App 没有适配。那基本上我使用的各种 App 你都能用它，就是适配度像小某书展开来你能有12条左右的内容出现在你的屏幕上，相比于单屏的4、5条，那确实多出了整整2倍，大大提升了视野面积。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我们发现 Mate XT 你在展开以后确实可以让你看到王者峡谷上下更多的地图，但是左右它会稍微裁切一点。整体的 UI 适配我觉得比我想象也要好上不少，开启最高画质和帧率基本上也都能跑满。可能唯一我们玩游戏的体验就是因为它太薄太大了，以至于有些时候手会有点握不住，或者像我这种玩游戏的时候特别喜欢握紧手机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它给这样给折起来。需要情绪更加稳定的人玩游戏或许体验会更好一点。那除开这些完全适配的 App 以外，其他 App 我觉得主要还是以平行视窗的方式，也就是左右分屏的形式，加上部分页面的全屏来给你进行适配。那比如像 B 站，一点进去，你看这2个大黑边不是很舒服，但是你点开一个视频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平行视窗，你需要再点一下才能变成一个全屏的视频。那比如说我们公司用的这个飞书软件，经常是以一个平行窗口展开，但只有打开云文档才能以这个全屏的方式来展开。那说到这个云文档，这种大屏输入文档的体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你不仅可以在屏幕上直接打字，也可以配合一些市面上的折叠键盘来获得一个舒适的输入体验。但是在办公领域，我觉得要讲这个 Mate XT 的唯一真神 App 必须就是 Excel， 这我必须得提一下。你在别的手机上面应该都遇到过这种一个直板机要左右拉动的这个问题，非常痛苦。但是 Mate XT 你就是超级优雅的把它平铺直叙全部呈现出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表格，应该没有人喜欢表格吧？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看表格，那我觉得 Mate XT 真的就是当今移动端折叠手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解法。那同时你还可以做到 App 的分屏，你可以在使用一个 App 的同时再开另外一个 App， 比如写稿子的时候可以把视频软件和文档分屏，然后可以一边视频里面查资料一边写稿，不用像以前那样来回切换窗口或者需要2块屏幕。你可以同时开3个 App 来进行一个超级生产力的协作，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这种大屏的需求，它都可以满足。但是它薄，但是它可以变成一台手机放进你的兜里，这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和双折屏就是不太一样。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办公、娱乐还有休闲，对于一个常规形态的手机来说，它有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采集。那华为可能觉得大多数用户还有拍摄的需求，所以在背后你会看到还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摄像头模组，使得它的不是一个纯屏的。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可能会都不想要这个摄像头。但是既然华为觉得用户有需求，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台3折叠的手机，它的影像素质到底怎么样。讲真的，你不能指望 Mate XT 能是一个超旗舰的水平，这一点我们都有共同认知。但是作为一台折叠屏的佼佼者，华为也已经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在给硬件层面堆料，在软件层面也一直在尽力想办法让它的影像变得更好。那硬件层面，这次 Mate XT 的主摄加上了这个10档的可变光圈，从 f1.4 到 f4， 你可以在专业模式里面更加精准的调整它的曝光，这还不错。那如果你是普通用户，你甚至不懂光圈是什么，那 Mate XT 也可以帮助你在拍摄一些文件的时候，自动把光圈收小，这样不会出现以往容易把文字拍糊的情况。眩光我们也进行了测试，你会看到它的触发区间大概是18到48度，大概是30度角左右，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那可能唯一有一点要提一下，就是一个特定的角度 ，Mate XT 这个可变光圈开到 f4 的时候，它的眩光会变成一个奇特的棱形。但是当你把光圈打开到 f1.4 以后，这个光晕就会散开，不会这么显眼，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而你在使用 Mate XT 拍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你整块屏幕预览，画面会有比较多的噪点，看起来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当你按下拍摄键，你再回到相册以后，你能看到这 Mate XT 努力一算，你的画面确实变得清晰锐利了很多。这个算法修正配合上华为5.5倍的长焦，还有10倍的数字变焦，我觉得在拍摄一些风景或者静物的时候，这手机的画质我真的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 4K 视频它能拍吗？它也能拍，最高能拍摄 4K 60帧，但是整体影像素质嘛，我觉得就是折叠屏的水平，比不了目前的直板旗舰，这也可以理解。我挺希望未来华为能够加强一下他们视频的体验，这样整体你看拍了再看，这个体验就会更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因为它取景器真的很大，有时候我会不太愿意展开来用它拍照。街上人多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点傻，就像在用平板拍视频一样，就是以前我们笑的那个方向，只不过现在就是这样拍，可能是我更喜欢一点的方式。
续航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设计时候很担心的一点，但实际测下来，华为在这个屏幕里面塞下了3块非常薄的电池，但是总容量仍然达到了5600毫安时。我们在室内测试了25度的环境之下 ，Mate X T 全部展开，最高亮度播放4K 视频，它居然持续播放了5小时41分钟的时间。这个大屏模式，这个比我们想的要好很多很多，也比正常的很多折叠屏要优秀一点。那充电的话，它有66瓦的有线充电，还有最高50瓦的无线充电，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充满整部手机。但是有个有意思的是，它官方会推荐你把手机展开来充电，会更快一点，应该和散热有一些关系。所以你看，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我为什么不买一台手机，再带一个 Pad？ 我买它是不是智商税？这是大多数人有的疑问，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在用了这些时间以后，我会说它功能就是重叠的，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感觉，不是用来纯，就是它给了你一个选择，你不需要多一个思考，你不需要记得你的包里有一个 Pad 需要充电，你不需要记得要给它分一个热点，它时刻都连接着，你不需要考虑手机上的数据怎么同步给它，你不需要纠结我选 Pad 来办公还是用手机来办公，我只需要做这么一个决策就可以了。我还是挺高兴华为能迈出这一步的。当前它的价格我真的觉得还是很贵的，2万元左右，对吧？你会买吗？我很好奇，你想不想尝鲜？但是客观来说，我认为它和双折屏的体验就是不一样的。既然很多用户会给出好评，那我相信很多厂家会跟进，更多人跟进，价格也就会下来。所以不远的未来，或许它就会变成我们使用手机的常态。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华为 Mate X T 的上手，希望你觉得有点意思。如果你朋友也想买 Mate X T 的话，欢迎你分享给你的富哥朋友们去看一看这期视频，他应该会感兴趣。也欢迎去我们的店里的秋冬季新品衣服，你可以去看上一看，也许可以选购一下，这也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也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那么我们